今天我們來看大和 Musical 劇場，大和音樂劇場。要怎麼到達這裡呢？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張圖。從東京市區如上野出發的話，得一路向下坐到了橫濱附近，再從這裡轉車到達大和站，一趟得花上大約1個半小時。因此我就想好了，先坐車到橫濱看橫濱 Rasa， 晚上就住在橫濱，隔天我要到大和就快了。要到大和的這天，在飯店用完早餐之後，出門遇到下大雨。但是我想到待會進劇場之後，就是在舒適的場中待個大半天，所以這場雨一點都沒有影響我旅行的心情。去日本玩如果遇上天候不佳，原本的戶外行程有可能泡湯的時候，你可以去泡個湯，或者是找這類的劇場待個半天，那也是很不錯的行程轉換。所以先把劇場存進你地圖的書籤吧。大和劇場離車站也很近，出來找到對的路，走沒幾步就可以看到劇場的招牌了。但我剛到時鐵門緊鎖，也沒有人在排隊，地上也還沒有人放東西，我就回車站一帶亂晃。後來回來後，看到有3個人站在劇場口，走近還看到他們已經在地上放了排隊小物，我也趕緊抓個傘套放在後面。不過到10點半開門時，全部也就只有我們4個，就顯得剛才的動作有點多餘了。不過呢，誰知道會不會排一排，後面就多了一群人，對吧？早場的票價是4000元，好像1點之後入場是5100，有個100塊零頭，有點奇怪。這不知道是官網打錯，還是真的就收這個價。如果知曉的前輩也可以講一下。10點半鐵門拉開後，我們上樓來到了售票口，這邊有2位工作人員。前面的小哥看我臉生的樣子，問我是はじめて，我就說はじめて。然後他聽我口音可能怪怪的，又問我是從哪裡來，我就說台灣。後面另一位年紀較大的工作人員一聽到，就用中文跟我說你好，一整個很親切。昨天我還在擔心去橫濱 Rasa 會因為外國人被拒絕，今天聽到這麼親切的招呼，還讓我呆了一下。我也趕快跟他說你好。大和這劇場也有着資訊很清楚的官方網站，雖然沒有做到多國語言，但可以確定的是，如果都能遵守劇場規定，他們也是很歡迎外國人的。從過道走了幾步就進入劇場。進入場中，這個劇場其實頗大的，主舞台前面就是一條長長的花道，然後前端再接着一個方形的小舞台，上面沒有旋轉轉盤，就一個平面的區塊，然後椅子沿着舞台邊排成一個 U 字形，在底部多了2排的座椅，另外在兩邊靠牆還有整排排列的椅子。位置我忘記數了有多少，因為多到我根本懶得數。總之這天週四我待了整個白天，客人最多也就10幾位，但都坐不滿整個劇場的1/3，所以這裡儘管來就是了，一定有位置坐啊。廁所在面對舞台的左手側，然後在後方右側還有一個通往小酒吧的門，不過我忘記走進去探一下。裡面有賣一些飲料是確定的，聽說還有賣一些簡單的餐點，如果你來肚子餓又不想出場，也不會餓死在裡面就是了。總之這個劇場是出乎意料的寬敞，坐起來舒適，要移動也不會像別的劇場要一直跟人家借過。拍照的環節都在面向舞台的左側，想拍的人靠牆排成一排，動線都不會互相干擾。反而是這個劇場外部的休息區不大，幾個人出去就滿了，我在外面滑一下手機，就會想要再回來坐着比較舒服。劇場開演的時間好像會浮動，官網寫如果當期的舞娘是6位的話，就是從11點開始；如果是5個人的話，就是從11點半。我來的這天是6位，因此表演就在11點準時開始。開演前全場熄燈，工作人員解說過一段之後，第1位舞娘登場。雖然我想照自己的慣例聊聊這檔的6位舞娘，不過這期可能是我最難寫的一次，因為6位中有其中4位我都寫過，甚至有1位是2天前我才看過的舞娘。總之還是讓我擠一些內容。第1位叫幽木美雪，她就是2天前才在道頓堀劇場看過那個帥的像是男生的舞娘，然後她的表演一樣是手勢型的類型，比較像舞台劇，因為對她2天前的表演還記憶猶新。她這次在大和選的舞碼也跟在道頓堀時較為形似，比較大的差別就是大和這裡沒有旋轉舞台，核心展示時得要自轉，這部分就比較考驗一個舞娘的地板動作。不過要講到她比較過分的一點，就是其他的舞娘身高可能連160都不到，但至少有165的她出來就穿着一雙至少10公分的厚底鞋，
在後來大家一起出場的時候，就顯得他特別鶴立雞群。這個不知道他想要幹嘛嘞。第二位的舞娘，之前在晃聲劇場看過，當時我沒有談到她，不過這次我想，還是跳過吧。不過她的表演是很專注認真的。第三位舞娘是八，去年在池袋劇場看過，今年1月在東陽秀劇場看過，結果現在又在大河碰到了。因為我目前主要是想看看不同的劇場，不太會優先考量當天有哪些舞娘，主打一個隨遇而安。他算是我這樣隨機的安排下目前碰到最多次的人，這也是一個緣分吧。這次看他表演，就會覺得大河劇場的主舞台、花道以及前端的舞台，給了表演者蠻大的表演空間。像絕劇場跟池袋劇場就很淺，從舞台後牆走到最前面也不過3-4步，但大河這裡要走10幾20步了，可以制造遠景走到近景的距離感。我想同一個舞娘到了不同的場地，是不是都要針對劇場的特性來做一些微調嘞？可是說回來，八的表演，我總覺得他對音樂的理解力是不是怪怪的？有種放森巴音樂，但是在跳草裙舞的感覺，但感覺舞是他自己很認真編的。這反而給人一種莫名的喜感，所以他跳的這2回合我都有懂內。話說回來，大河這天的觀眾不太多，或許因為這天是平日，但感覺場裡懂內的狀況也不是太踴躍，不知道這是不是大河這裡普遍的狀況呢？第4位叫做羽柴穗，她長得很像年輕10歲、臉上沒有痣的張秀清，整個表現很有年代感，但她舞蹈的律動性不錯。有一段她用一張折疊椅表演，把身體支撐在上面懸空做一些特技，還會變換不同的姿勢，這也算是一種特長吧。第一段她的表演有種復古感，會覺得如果在20年前的人是不是就是看到一模一樣的東西。但她第2段就很抽象，先是穿着上班族的套裝，然後拿起一罐牛奶來喝，牛奶還喝了很久。後來她進入後場換裝，出來就變成一頭乳牛了。這個表演好難理解啊！之前我看過日本一部3級片，叫做《養樂多》什麼的，講的是一個賣養樂多小姐姐的故事。不知如何，羽柴這一段會一直讓我回想起那部舊片。第5位舞娘叫做夢乃 Yusaki， 中文是翻作夢乃兔嗎？她留着一頭長直髮，登場時我就感覺，如果給她換上高中生的水手服，她就會很像90年代的學生妹。但等她開場跳個10秒鐘，我就確定她是一個很好的表演者。她不是跳舞特別強調力道的那型，但是就是動作有吻合音樂，也有傳達出情感。就舞蹈的方面，我覺得她跟川越唯是同樣類型的，也就是能把動作跟音樂合一的舞者。像有一段她在主舞台背對着觀眾，然後動作停留的有點久。我本來還在想這個停頓的意思是，後來才發現這時候聚光燈打在她身上，她的影子映在舞台後面的白牆，她是在用自己的剪影做演出。大部分的劇場可能都有聚光燈，但是能夠在後牆投出影子的劇場應該是少之又少。不知道借由剪影來演出的橋段，是否是他針對大河劇場所做的調整？如果這個是思考之後的呈現，那他真的是一個很厲害的表演者，有觀察到不同劇場的特性來做一些變化。當然啦，這也可能是我想太多誤會了。他表演結束後，我就很想跟他合影留念一下。大河這裡拍照是用數位相機，拍一張是500日元。有趣的是，每個舞娘帶出來的相機好像都不一樣，可能是自己帶的。然後拍完照後，舞娘會請最後的觀眾幫忙把記憶卡跟登記的檔子拿去前面給工作人員，整個很友好互助的感覺。這也是地方性劇場特別的親近感吧。不過大河現在在拍照的時候不會脫小褲褲，就只會分成前段穿着上衣，後來觀眾有要求再脫掉上衣的差別。但是這位夢乃不一樣，不表演時他就進入一個迷離的狀態，拍照時上衣沒有穿就直接出來了。我找出了500塊的銅板，接上了排隊的隊伍。輪到我時，我就跟他說：“瓦達西台灣，阿納達真是斯巴拉西。”他就認同的點點頭說：“意生死。”我都不知道他在誇我還是誇他自己嘞。我待的這2回合，每次他拍照的環節，都有人去後面的小酒吧拿一杯調酒給他。他拍照的時候喝幾口，然後 open show 的時候，他會再拿那杯酒把它一口氣給喝光，整個人的狀態是超隨性的。甚至別的舞娘在台上表演時，他有時候還會從布幕後面把頭探出來搗蛋，真的是有點瘋狂。
總之，他也是我這一趟看下來覺得值得特別筆記，往後再追蹤他檔期的舞娘。最後一位就是今天的壓軸，也是我之前在東陽秀看過的上野绫，她的臉就完全是我的菜，可愛又古靈精怪。雖然 BK 兄覺得她有點年紀，已經不太適合再裝可愛了，不過我沒差，我還是覺得她很可愛。另外，她也有空中吊環的表演，不過這天演出時，她有一次晃得太大力，整個鋼環撞到旁邊的鋼梁，哐得很大一聲，害她後來動作都不敢太大。另外，第二場她帶了一把大的空氣槍上台，裡面有裝着扭蛋，如果你舉手的話，它就會對你開槍射出扭蛋。如果你能夠空手接住的話，就能夠有一個禮品，而那個禮品就是小褲褲。我不是特別喜歡女生胖次的人，但如果是上野绫不小心送給我，我應該會勉為其難的收下。總之，她除了扎實的表演之外，我不想說我喜歡她是因為她飽滿的內內，挺翹又有生命力，有自然的形態，又有呆呆的重量感。我不會說我特別喜歡她是因為這點，真的不會說。以我們這種看到裸體已經不會多驚訝的劇場常客，看着她的內內我還會有點臉紅的感覺，這一點我也不會提到。我也不會提到自己像痴漢一樣盯着那裡一直看，更不會提到這件事在之前的東陽秀我就注意到了，只是當時沒有講。她的兩段表演雖然我沒有去拍照，但是我都有打賞，因為以這一檔的6位舞娘來說，她兩段表演的區別性、劇情的呈現能力，以及舞娘本身姿色的展現，還有演出的質感，真的都是這一檔絕對的壓軸。往後我也應該會繼續追她的表演，還有注意她的。當最後這位上野绫拍完照 ，Open 秀也結束之後，6位舞娘會同時上台，然後詢問有沒有人要拍照。這種6人的合照是一張1000日元，但是想拍的觀眾並不多，第二場甚至沒有人要拍，所以如果這6位舞娘都太真驚，在台上處一排就會變得很尷尬。這時候就看到有人帶頭瞎搞，我本來以為上野绫已經算是很鬧的舞娘，沒想到夢乃兔更鬧。我覺得這場表演最好的2位舞娘，就是台上最鬧的這2位。這種在舞台上的鬆弛感，是不是讓他們能夠表演得更好的一環呢？總結一下來大和音樂劇場的觀後感：場地寬敞，隨時去都不用擔心沒有座位；舞台夠大，舞娘也可以更自由地表現出自己的作品。離車站又近，裡面還有小酒吧。最好的一點是工作人員對外國人很友善，去這裡是不用擔心會被拒絕的。當然，它的地理位置離東京市區有一段，從東京來要1個半小時，回去也要同樣的時間，不算近。但如果你跟我一樣，也想看看不同劇場的風貌，這個雖然老舊，但維護的還不錯的大和音樂劇場，值得一看。